大家好，我是蔡康永。我十分想见李宇春，因为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都羡慕我。大家好，我是罗振宇。我特别想见李宇春，是因为当年不仅我自己，我还抢了别人的手机给他投了票。大家好，我是张春玲，我十分想见李宇春，原因是罗振宇抢的手机就是我的。大家好，我是何炅，我十分想见李宇春，因为想见李宇春还需要理由吗？比谁更狗腿？你啊，你最狗腿啊！是这么比的吗？马老师加油！大家好，我是马东，我十分想见李宇春，因为我是玉米。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奇葩说》的总决赛。我们今天的压轴大神李宇春，欢迎他。围城尽是野蛮的生长，他们都歌颂玫瑰香，我偏开出仙人掌，超越平庸的想象，不按逻辑的善良，我用我喜欢的模样登场。来，请坐，先请陈真跟《奇葩说》的观众打招呼。奇葩说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很喜欢唱歌、很喜欢跳舞、很喜欢摄影，就是不喜欢说话的一朵奇葩。我很高兴来到奇葩说。今天春春来到奇葩说，我来之前我就在微博上转了一下，然后就看到有春春的粉丝提醒他说：“我春呐，你去这个节目你防着点马东啊。”他那都是坑啊！没有听说过《奇葩说》是个如狼似虎的节目吧？你怎么敢来？我其实一直没敢来。然后因为我觉得其实作为奇葩说的观众是一件更幸福的事情，但是真的让我来，我觉得我只能抱着解放天性的这样的一个解放天。所以春春，其实你最怕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其实都怕。马老师，您刚才的意思是要他自己挖坑？都怕呀。我觉得康永哥一定心里面会想过，春春来的时候，春春最怕提的问题，是吧？不会啊，就是大家都这么喜欢李宇春，怎么可能有人忍心问他任何他不想回答的问题呢？会有人这样子问，那个人应该不是人吧？你刚才在后台跟我说什么？你说你要问春春问题，现在给你机会，你来吧。好，我们今天来在进入到正式的决赛之前，我们聊一个非常，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话题。如果我们是一个这个选美比赛的主席团，现在因为时长的原因，我们要取消一个环节。大家觉得是应该取消那个泳装展示的环节，还是问答的环节？问答的环节就是问说你的愿望是什么？世界和平。要取消这个环节？你觉得是取消这个？不是啊，我要建立一个泳装问答的环节。我跟康永哥的意见不一样，我觉得问答都可以不必要。对我来说，选美就是泳装展示会嘛，所以只要保留泳装的部分，其他各位主席团成员你们随便。你有看到春春用什么样的眼光在看你吗？那你的意见呢？其实我是认同的。对呀，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看泳装的话，为什么要看选美？如果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要看智商，如果是要看智力问答，那就看奇葩说好了。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保留泳装的环节吗？因为规则规定不能穿的再少了。突然我脑海里脑补一个画面，就是奇葩说往后走会不会就泳装辩论呢？来问一下，如果奇葩说改成一个泳装辩论节目，要退出的请举手。菲菲，你先退出，你不用举手。
你先对，没关系。我个人倒无所谓。我们有所谓。我万没有想到甜甜会举手哎，甜甜，为什么？我要把我的泳装留给李安导演。色戒2。不是李安导演有得罪你吗？这个结论就是春春说，幸亏赶在第4季来了，第5就要换泳装了。哇，那样的话事情就搞大了。谢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独家冠名我们的奇葩说。感谢奶后吐真言的纯真酸牛奶，谢谢。我们进入到第4季的总决赛。奇葩说终极决战，决赛场共有2道题。进入决赛的4位奇葩通过抽签分成2队进行2v2 PK， 正反双方各有3次发言机会。结辩后，先发言的一方有1分钟的反驳时间。辩论结束后，观众投票，投票较高的一方将进入1v1终极对决，获胜者即为第4季奇葩之王。我们首先来看我们2v2这个赛段的我们的辩题是什么？来，一起来看小票。大家好，我是老丁，一枚公司冉冉升起的新星。哎，老丁啊，昨天订的盒饭特别好吃，今天要加订100盒，好吧？好的，老板。好嘞。对了，资料库里面还有100张图还没有批，要麻烦你了 ，OK 吗？放心吧，老板。棒。对了，第5季奇葩说马上要开拍了，我们的招募广告要马上推出来了，全靠你喽。没问题，Sir。观众朋友们，这里不是便利小片，这里是一条真实的招募信息。大家请看屏幕下方的地址，只要一封邮件，想上奇葩说不是梦，不是梦。唉，今晚又要加班了，即使好不容易有了休息的时间。你说我们2个要不要？呀，我跟你说，那个艺人你要赶紧 follow 啊，不要让他再 fly 了，好不？你刚才说啥？你说我们要不要？你等一下啊，喂，你这个 project schedule 我觉得有问题啊，你这样我都没办法 confirm， 好不好？再确认一下。你说要不要啥？我说我们要不要买单？行，赶紧回去，我还得 P 图呢。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可每到夜深人静，都感觉身体被工作掏空，生活被工作填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像正常人一样吃喝拉撒泡妞耍贱都没时间，作息紊乱不说，内分泌都失调。不行，我要辞职。但是反过来想想，忙碌也是一种幸福。毕竟工作使我快乐。小伙子，生活能被工作填满，说明你很有前途。有道理，所以你们说，生活已经被工作填满，我该不该辞职？昨天还是队友啊。对啊，今天就成对手了。本来一向来潇潇都是我的队友，可以帮助我，然后他做了我对手，实在是太烦了。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干扰我准备，像那个苍蝇一样一直在飞。我搞定建彪啊，你搞定如今。陈明，我相信你的能力，你就搞定如今和建彪2个人，我愉快的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你看如今下不下得了手？纯爱 CP 这么多年。哦，我跟你说，颜如晶每次对我都可下得了手。我就没有想要真的伤害他，只有他想要真的伤害我。真没良心。纯爱 CP 今天就彻底撕开，大家知道潇潇的真心了吧？我这也能卖出去的咸鱼 APP， 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生活已经被工作填满了，到底该不该辞职呢？正方是辞，反方是不该辞。那么我们也首先请我们的导师们用小米手机来亮出你们的职方。就你一个放飞自我的全林老师。不是啊，因为我是老板啊。像这样工作随便就会被填满的人，说明工作方法不对，赶紧辞啊！可是康永哥，你让我很意外耶。不是？我觉得你的个性是那种爷不爽爷就会走的那种人。我在奇葩说能够待到现在，你认为我是那种爷不爽爷就会走的人吗？高晓松才是那个爷不爽就会走的人吧？你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官方说法可是因为小松在美国不能回来录影，才没有参加第4季的。美国谁没去过？我也去过。
好，那马老师也不辞。我不辞，我身先士卒，我怎么辞啊？啊，对，不辞，肯定不辞，因为说实话，生活没有了工作，有什么意思？你就不是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也选择这个立场？我就没有生活啊。你是没有哪种生活？就是比如说。反正没有生活。啊，来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压轴大神春春。春春有一个外号叫会长，他特别喜欢开会。对。每次开会开14、15个小时，这个传闻是对的吗？是有过那么1次、2次、3次吧。2次、3次。但是我其实理解的会长是面容姣好，叫会长。哦，你长得这么好看，你真会长，这个会长啊，所以你会有自己的生活被工作填满的这种苦恼吗？我其实一直也是填满的，我大概会在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才会想过说，辞职这件事情。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的积极，因为我总是会遇到很多就是，可能给我很多力量的人，比如说。在时尚圈也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神叫做川久保玲，那他已经70多岁了，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说一个休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人再回来工作的状态是比之前要好很多的，对，所以我觉得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人，他在给我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鼓励，所以这些人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情会调整我自己的状态，从榜样的身上找力量啊！所以他的观念也是反方。他是反方，他不辞。我们接下来的是这样：首先呢，每边选出一个人来石头剪刀布，赢的那个来确定先发言的一方。好，所以呢，首先2队先派出一位来进行石头剪刀布，来决定我们的这个先发言那方。好，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潇潇赢了，所以潇潇可以选择先发还是后发是吗？对，我们后发吧，后发。好，后发好，请坐。好，那接下来，何老师，在他们开始之前哈，我说一点感受哈，就是你看这边哈，特别像就是被学校请家长，你知道吧？就是一个倒霉孩子把他爸带到了学校，这边特别像要离婚，你知道吗？我没考虑，俩人完全没交流，你知道吗？那边只是爹在生气，这边只是要面对财产分割协议而已。大家，你们是一对，你们亲切一点。这是2个默契的队伍啊！好，首先是反方的第一位发言的辩手是如静。加油加油！我晕决赛呀，晕决赛！都晕。让他放松一下没关系。加油！半决赛讨论这道辩题，一看就知道是米未的编导们太累了。讨论生活被工作填满之后，到底该不该辞职，充满私心的一道辩题。我们很多人时常会认为自己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了，其实想一下，也不是生活被工作填满，只是我们的时间被工作填满了。我们觉得我们很多时间应该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在工作，没有过自己的时间。我曾经也有一段这样的状态，我甚至连睡觉的时候都觉得，我舍不得睡觉，我觉得我的时间不够，我应该拿来再做多一点事情，睡觉太浪费了。这是常常有一种状态，但是时间被工作填满，代表我们生活被工作填满吗？其实这是2种概念，差别在哪里？因为你拿得了我的时间，拿不了我的专心。这东西我在跟别人去吃饭的时候曾经体验过，就是他硬要跟我吃饭，他说我约你吃个饭吧什么的，我说好吧，那我们去吃饭吧。那在全场吃饭的时候，我唯一想到的东西就是菜什么时候上，菜什么时候上，应该吃什么东西，
上面前面吃的东西是什么好吃的？他全部时间是不是被这个人所占据？是，但是我的心是没有被占据的，所以他其实根本没有填满我。什么叫真正生活被工作填满的人？就是不管是逛街也好，工作也好，睡觉也好，他想的都是工作。曾经有一段我非常痴迷辩论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状态。不管任何时刻，我想的东西都是辩论。在厕所的时候，我在想，哎呀，等一下可以出一个什么样的论点呢？睡觉的时候，我就听到职中学长跟我说：“来，来，我就醒来了。”甚至我认识的一个很喜欢、很痴迷辩论的人，他告诉我，他有一段日子辩论的时候，他跟男朋友在做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聊辩论聊得太嗨了，他们决定去搞点事情。郭薇姐，我没有在说你。你们辩论圈是有多乱？这就叫做真正的被辩论填满了你的生活，你无时无刻想的都是辩论。同样的，反过来说，你不可能可以用我在不自愿的情况之下用工作填满我的生活，因为我肯定非常厉害的能找到偷懒的方法。你说不可以离开工位，我打字的时候我就在脑袋里面想其他的东西，所以只要别人不逼你，所以只要你不自愿，他是没有办法填满你的。那如果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依然可以填满你，代表什么？代表你真的很热爱这一份工作，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份工作，才可以在无时无刻的时候让这一份工作填满你自己。那我问你，这样子的机会多吗？这样子的感受多吗？这样子的工作有吗？如果没有的话，而你找到了、做到了，为什么你要辞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有一个人说，我遇到一份爱情，这个人能填满我全部的生活，代表他遇到一个他非常喜欢的人。如果有一个人说，我遇到一个信仰，这个信仰能填满我所有的生活，代表他找到他自己的大神。如果有一个人说有一份工作能填满他的生活，代表他找到一个最好的工作，这时候不是离职的时候。我为了讲这个论点，不可以只是讲理论，我想要找一个例子来举例一下。我想了很久，到底有什么样的人可以为工作填满他们的生活？我找到一个，你们猜？先不要。我是谭商丈。唐僧的工作是什么？取西经。他有没有在取西经的路上喜欢别的女孩子？没有。没有。他有没有在取西经的路上想着要吃好吃的？没有。他有没有在取西经的路上做过别的取西经以外的事情？没有。他是一个彻彻底底把自己的工作填满生活的人。好，我跟你说，他在取经的路上好不容易遇到一场演唱会，在东边，不顺路他不去。在经过女儿国的时候，女儿国的国王跟他说：“哎呀，你不要再取西经了，那你留在我们这里当国王，你看有这么多好的事情。”这个女儿国的国王在做什么？他看到唐商丈被工作填满了生活，他劝他辞职。但是唐商丈有答应吗？他没有。他说：“因为这是我最开心、最满足的地方。”他觉得取经才叫快乐，留在女儿国那叫痛苦。那有另外一种人在取经的路上一点都不快乐，那个是谁？猪八戒。因为取经没有办法满足猪八戒，他在路上的时候，他每次想的东西是什么？他要回去他的高老庄。如果他回了去他的高老庄，他想的是什么？他要回他的天堂啊，天庭，whatever。他就想回去，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真正填满我们的猪八戒。结果什么？他里外不是人。
唐三藏找到填满自己的东西，他可以里外都是人；填不满的猪八戒里外不是人。那我问你们，今天如果告诉你生活可以被工作填满，你要做唐三藏还是做猪八戒？还是你已经做了唐三藏的时候，为什么你要辞职做你的猪八戒？很多人啊，就像周星驰电影里面讲的，我空虚寂寞觉得冷，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寻寻觅觅，想找一个能填满他们自己的东西，但是他们找不到，他们东拼西凑的，希望在这里找一下，那里找一下，找了很多，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他茶不思饭不想，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对他来说比吃饭和喝茶更重要，他找不到。这种人是不是比较可怜？如果你找得到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辞职？所以真正要辞职的时候，不是在你工作到你非常喜欢工作的时候辞职，而是当这一份工作让你渐渐厌倦了，这个人让你渐渐不想见的时候，才是你真正想离职离开的时候。所以各位不要找错你离开的时间点，在你还喜欢他，让他填满的时候享受他，这样子你才不会浪费。谢谢。哇，好 ，OK， 好，这个点不知道在不在我们正方的射程范围内，差不多。好，来，潇潇。首先啊，刚才如今提到一个很可爱的说法，他说工作只是占据了你的时间，没有占据你的生活。没有时间，我拿什么去生活？我天天想，就像如今说的，他喜欢吃鸡，他想着吃鸡。我天天只能想着鸡，我没有时间去吃鸡，这是什么生活？我天天在幻想鸡的味道。我为什么工作？因为我要赚钱。我为什么要赚钱？因为我要花钱。工作占据了我的生活，我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工作？好。其实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点，就是刚才如今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了，是因为你热爱你的工作，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如果你热爱你的工作，你会问自己，我该不该辞职吗？你会觉得你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了吗？不会，你爱它，所以你不会觉得这是负担。好。刚才呢，我们讲到一个点啊，其实像刚才很多人也说，我的生活被我的工作填满了，但我想了一下，这种说法特别矫情。其实真的填不满，填不满。我今天录《奇葩说》，录到凌晨1、2点，完了之后庆功宴，明天早上7点钟要起床化妆，但是呢，我中间还能抽1个小时去纯 K 喝杯酒。时间真的填不满。你之所以会觉得你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了，那是因为你无聊。你每一分钟，你加班的每一分钟，你都觉得对自己是一种煎熬。你放大了对工作的这种厌恶感，你懂吗？这怎么会是热爱工作呢？来，我跟你说。不同的题啊，放到不同的语境，就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说，我觉得我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了，我该不该辞职？你会觉得他真的是该辞职，因为他好像没有生活了，他过得好丧。但是另外一种情况，他这么跟你说：“哎呀。”哎，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活呀被工作填满了，我们老板离不开我。哎呀，天哪，公司什么事儿都要我一把抓。明天我还要陪我们老板去法国出国，烦死了。哎呀，我真想辞职。这个时候你告诉他该不该辞职？该辞职，因为你明显感觉到他在干什么？他在装。大家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是明明都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跟你说啊，你看我胖的，我想去抽脂。这个时候你听到他在装，
你应该怎么说？该，你该去。一个人告诉你，哎，我男朋友烦死了，每天一直给我打电话，我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我真想跟他分手。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什么？该分手。我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最高境界的撕？不是处他，不是怼他，是顺着他说，让他自己打脸。好。我现在啊，我后来我又慢慢在想，什么人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他能力太差？你看，我们都是同事，我们每天工作8个小时，要加班大家一起加班，为什么他们没有觉得自己的这个生活被工作填满了呀？因为他们能力强。他们效率高，大家同样是导演，写一个台本，你1天写完了，我写1个月，我还天天加班，结果拿到老板那儿一看，还被老板退了，是不是？你忙得没日没夜的，你当然觉得你的工作被填满了，你巴巴的还觉得到了年底，老板能给你发一个最努力员工奖，但是不好意思，公司只有最优秀员工奖，很明显你不是。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说明这份工作根本不适合你，你做这份工作根本没有前途。那你该不该试着去转换自己的职业跑道，勇敢地接受自己真的没有天赋？好，我们这道题啊，大家看到了工作，看到了生活，看到了填满，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字？被。被填满这个词同样可以用来反驳如今说我热爱这份工作。你如果热爱这份工作，你不会被填满，你会想方设法的自己找机会去填满，对不对？被说明什么？别人交给你的任务，你被迫完成；别人给你的工作，你被迫要按时交到他的手上。你所有的一切，你工作所有的内容，都是别人交给你的，你是被迫的。那这样，你觉得你的才华和抱负在这里能够得到施展吗？很明显不能。但是在这段工作关系和雇佣关系当中，你有一个主动权，那就是辞职。谢谢。来，我们反方建标。谢。正好我的论点可以拿来反驳潇潇，请容我尝试。先从他最后提的一个点来说吧。他今天说辩题中有一个“被”字，所以今天这一道题是谁填满了你的生活呢？是别人，是那个刻薄的上司，是那个不讲理的主任。但是凭什么今天我们就只能被别人填满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是被自己填满我的生活呢？单凭一个“被”字，你就要告诉我们这一道题目讲的是他人的强迫力，我觉得这叫做偏执。倒回去讲“被”字之前，他的另一个点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啊，其实你很多时候会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被工作填满，因为你没天赋，你没能力，所以别人用很短的时间可以完成，你没有这个足够的能力去完成，因此他就注定了你没天赋，所以你应该赶紧辞职。但是我问大家，只要有上过班的人，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在什么时候是最容易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被工作填满的呢？刚上班的时候，对不对？所有的职场新人在一开始的那个阶段，一定深刻的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是被工作填满的。为什么？因为正如刚才潇潇所说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没能力，所以别人可以很短时间完成工作，你要耗很长时间完成。你没资历，所以别人可以凭借过去的经验加速他的工作，你没有，所以你要用很长的时间完成。但是我们问大家，那你的意思就是，只要我们在成长期中，我们发现我们在积累自己的资历和方法的时候，我们生活被工作填满就要赶紧走吗？你知道这很像什么吗？
大家有考过高考的人应该都懂，在高考前那2年，高2、高3，你的生活是不是被高考填满？都是，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是你的打拼期，你打拼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在这2年的筹备期过后，来到大学，你可以过上4年没羞没臊的休闲。这就是他的目的啊！所以各位，你知道吗？用潇潇刚才的说法来建议我们，在这个时候你打拼，你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你就要赶紧走。他其实就是叫你面对高考筹备期，一感觉复习时间填满生活，弃考。那等到什么时候再考呢？兴致再起来的时候再考，重新再筹备一次，筹备，哎呀，我又感受到被填满了，再弃考，什么意思嘛？你知道对方被有最大的错误在哪里吗？他们眼中看到的生活就只有这几年，但是生活，如果你往大一点来看，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前几年坚持的能力，你就不会有后几年选择的权利。非常我们说生活其实分成2种嘛，就是物质生活，就是每一天我在过的喝水、吃饭、步行；还有一种生活叫做精神生活。你知道吗？当我说生活被工作填满的时候，意思就是我天天做的就是我的工作，然后还包括我的精神生活，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我的工作。所以你在吃饭吃着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点子，你会把你的勺子给放下，拿出纸拿出笔，这个点子毫无给记下来，这才叫做生活被工作填满。对方提到的那种状态不叫工作被生活填满，叫做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失调。所以你时间上固然是被占用了，但是你的精神生活想的是另一码子事情，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痛苦，你会觉得很无奈，你会觉得我是不是要重新调整我的时间？问题不在工作填满了你，问题在于工作没有填满你。这才是问题的原因可怕。那很多人听到这一道题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想吐槽我，因为我其实老实说，我就是一个生活被工作填满，或者说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或者我的工作生活就是我的现实生活的人。然后他们会觉得很可怜。他说：“胡建彪啊，你都40岁了，你只有你的左右手。”你没有女朋友，你不去看电影，时下这些流行的歌曲你也没有跟进，平时也没有和朋友爱去纯 K。他们觉得我这种活法非常苦。但是我真的苦吗？老实说，我这些朋友对我施予的那些同情，我心里有一种很妙的诡异感，就是你不知道我有多快乐啊！我要手。你知道吗？有时烂诗的同情是有点可笑，因为有时烂诗的同情只显示了你对这些工作填满生活人，他们到底活成怎么样，你不懂，但是你对他有一种偏执的认知，你判定这就叫做惨，但是对我来说，那叫使命感。哇哦！我们稍微再展延一下，这不同的时期都有一些很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些人会讲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你会跟他说，你没有生活，你赶紧辞职吧。你不会。有的人他们会觉得说，
我就一心向佛，我决定出家，我一切都可以放下。你跟他说很惨啊你，他会跟你说阿弥陀佛，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有缘再见。各位，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追求。今天工作填满生活，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性的情况出现，就是他其实活得比我们都幸福，他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们多难才找到我们自己要什么。所以你身边如果有人真的是如这些人一般，他工作得非常嗨，他工作得非常满足，你不要滥施你的同情心。潇潇刚才在陈词的时候，前面那段有问，那为什么这些人心中会想起我要不要辞职呢？然后他就预设这些人一定心中对自己的工作产生厌恶。我告诉你不是，我们这些人有时候会想，我是不是该辞职呢？原因是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们一个两个用质疑的眼光同情我。最后一句话，不要用你的同情心阻断别人的取经路。谢谢。非常好，只是已无法直视你的双手。到陈明老师来，欢迎。好，几个点啊，一个一个来。建彪兄先说的后面一个点，说不要妄自揣测和评判其他人的价值观。注意，题目不是说你有一个朋友，他被工作填满，他想辞职，我应该给出什么建议？不是，题目是说我感觉自己的生活被工作填满，我该不该辞职？所以这是一个个人价值观的选择，不是我们在评判他人的价值观。注意视角，刚才可能稍有偏差。然后最具有欺骗性的，我在底下差点都被忽悠到了，是如今一开始说的一个点。然后建彪兄又把它加以延展，他说一个人呢，发现自己的生活被工作填满，只有一种可能，那个工作正好是你热爱的工作，你才会主动的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全部填满，这才叫真正的填满，没错吧？对，我们想一下啊，我主动的，就是热爱的吗？在这个中间还有没有一丝界限？我能够想到的，跟你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生活啊，所有的生活被工作填满，还有一类人，我第一个看到这个题目想到是创业者。很多创业者就是你说的，坐在马桶上也在想，躺在床上也在想，做梦都在想拉投资。有很多创业者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还有很多不是。主动的把自己时间填满，还有一种可能是责任的驱使，因为有团队，因为有人跟我一起出来拼啊。我身边有很多创业的朋友，刚开始的小公司10几个人。累得要死要活，每天生活那真的是生活被彻底填满，无时无刻不在想下个案子，因为他知道底下人要发工资，不是他爱这个工作，他们焦虑，他们迷茫，他们有时候晚上非常痛苦，但他逼自己，我一定要把时间填满，要不然我怎么对得住他们？这是不是主动的？精神生活中的所有的时间被工作填满了，爱吗？不一定。注意，这是你的第一点偷换，然后再到第二点。建彪兄列举了霍去病，如今列举了唐三藏，一个一个青史留名的大英雄，告诉了我们有一种一心向佛、何以家为的这种心态，能够成为这样的巅峰人物。说到这个点上，我觉得跟我们这边秉持的价值观就正好冲撞起来了。这是一个人生你要活什么样一辈子人生的选择，我完全同意。真的碰到了自己特别热爱的事情，而且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上面，功成名就，能够在你所在的这个领域很大概率的走到金字塔的顶端，这些部分是我方承认的。但是我们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在日常生活中会是什么样子？你知道我看到这个题目，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生活所有的时间都被工作填满，没有孩子吗？孩子不是亲生的吗？不用陪的吗？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一件很真实的事情，今年2017年的3月22号，我的
二女儿出生了，3月22号。但是我是3月25号才知道的。我3月25号才知道，我3月25号发了一条微博，我的二女儿出生了。几位老师可能不记得，3月22号我们在这里录制《奇葩说》，那次的录制是22、23和24号3天。在我来录之前，我其实知道我妻子的预产期临近，然后因为她头胎是剖腹产，所以第二胎剖腹可以选择相对自由的选择时间。我们当时约好24号晚上录完，25号我回去，然后我们下午进手术室去剖腹。但是到22号的时候，就羊水已经有一点浑浊了，医生建议就不能再等了，时间已经到了。我已经在北京了，我老婆在武汉。她告不告诉我呢？她没有告诉我，她没有告诉我。然后我回了武汉，他们才跟我说，她22号下午出生的。我不在她身边。因为那次要录《奇葩说》，我真的我回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老婆不仅没有告诉我，她也没有告诉我的爸妈，她怕我爸妈把守不住，她也没有告诉我的任何亲人，只有她妈妈，就是我的丈母娘，跟她进了手术室签了字。你知道那几天每天晚上我们还是惯常的通电话，我只觉得那天她声音稍显疲惫，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她在22号就已经完成了生产的，下午生下来，然后晚上还给我通了电话，很平静的跟我说没事，特别好，你加油。他选择不要影响我的情绪。他25号再跟我说了这件事情，我回去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那几天虽然我们录制，我们是3天录制，但我知道25号我们就放假了。我那几天我们被工作填的挺满，但没有被完全填满。我有个盼头，我知道我们录制会结束，我一定会回去，我一定会来到他身边。虽然他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不能守在他身边。也许你生我可以不在，但你成长我不能不在。我有个盼头，你知道这个题目中最伤人的那个字是满，填满。我的工作生活填到90%我都没事儿，还只要有10%的时间，我就知道能录完，我就不怕。你想象一下，22号我孩子要生了，马东老师跟我说，我们一直录，全满，那得挣多少钱？你也没时间花，不是都急得要绑架马老师了？这日子好，可能有的朋友说，可是我没有孩子，那没有爱人，有父母总有吧？不陪的吗？不陪的吗？我们的人生只有工作这一个主题吗？我很奇怪，我真的很奇怪，已经被工作填满，哪怕是被你真正热爱的那个工作填满，你都不应该让它被填满，不能太自私啊！我们人生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人生，不是只有我和我爱的那件事啊！我们身边还有那么多关心我们的生命，一点时间、一点空间、一点精神上的空间都不能给他们吗？然后说到建彪兄，最后说到这个生命的这种价值观的选择，我想到了我自己。建彪兄刚才说到了，真的，我们真的是这个题目太契合。建彪兄是个创业者，而且大家都知道监工性填满。我是个大学老师，我为什么会选择当大学老师？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当时有2条路选择，因为我学的是传媒专业，我当时还有一些可能性做媒体人，还有一个可能性是留校。我为什么留校？因为每年有3个月带薪休假，寒假、暑假。我当时之前跟我老婆就有约定，我们每年的寒假去一个国内的地方，暑假时间长，接近2个月，去一个国外的地方，每年去2个地方旅游。这样到我们快60岁的时候，世界地图一铺开，我们这里去过，我觉得很幸福。现在我有2个女儿，她们需要成长，她们需要陪伴，我觉得很幸福。我们在大学里工作最大的优点是什么？这样说武大可能都要嘲笑我，对吧？但这是实话，我们的生活没有被工作填得那么满。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去媒体？博士的最后2年其实有在媒体实习和工作过。那种极强的放电状态，会让一个人很快进入到茫然的程度。你不要看我们这么多人天天站在这里嘚啵的在那逼逼，这都是在放电呢。我们肚子里东西也是有限的，我们天天不断的输出，我们就不担心有空的那一天吗？我为什么喜欢高校的那种氛围？因为它有图书馆，它有闲暇的午后时光。我们也是人呢，我们需要充电，我们需要插头啊。时间被工作填满，你拿什么时间去充电自己呢？你们不用充的吗？有一个词叫做智力冗余。其实一个人，我们脑科学研究的结果，所有的这种创造性、开放性、突破性的思维都源于空闲时光。
你知道每次我想奇葩说论点的时候，想的最舒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洗澡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是这样，龙头打开冲澡，冲的自己全身放空，很多东西就冒出来了。被工作填满的这种高压，被工作填满的这种高压状态，其实极其不利于这种创造性的思维的。像刚才提到的艺术家，他们不游历世界的吗？他们不去看那些曾经的大家的作品和风格吗？他们不去在人在陌生的生活和世界当中去寻找灵感吗？他们不用放空自己的吗？放空自己，找到你生命中的那个插座去充电自己。我真的承认，建苗兄，我真的承认，那样工作真的像您和你刚才秉持的那种价值观那样工作，有很大概率的走到塔尖。塔尖的人真的都是那样，但是我们芸芸众生，我们普通人，或者说我所代表我自己所信的那种价值观，是多元的，是都可以的。我有时间工作，我有我自己热爱的事情，但是我不让它填满我。我给妻子点时间，我给孩子点时间，我给图书馆一点时间，我给林荫大道一点时间，我甚至给一个沐浴头让我自己放空的5分钟时间。现在不是对错，因为这当然没有对错，现在是2种价值选择。各位朋友们，你们坐在身边也是一样，你们面前也是2个选择，那也是一种人生的价值观，这边也是一种人生的价值观。你们扪心自问一下就好，我想选哪一种日子我过得开心，选它就行了。谢谢，谢谢。真的是决赛的水平。好，我们到两边结辩的时间。首先是反方，来，我们颜如晶，反方来。哎，陈明老师，我想教你2个字：调休。卖辞职，不用辞职，调休就好了。你刚才讲了这么多，你说生活被工作填满了啊，你说你需要一点空间放假，你需要一点空间去再创作，需要一点输入，放假回来该干嘛干嘛，该工作工作，不需要辞职。题目问我们的是生活被工作填满，要不要辞职？不需要辞职，调休就好了。这是第一。第二，刚才陈明老师还是说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他说他孩子出生的故事，然后再问问建彪，你说你看被工作填满的人，在亲情方面是不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缺失？你知道真正被工作填满的人怎么弥补自己的亲情吗？他在工作场合里面找自己的家人。他没有孩子，你看他把谁当孩子？他把他的同事当孩子。真好，很诡异，但是他确实是如此。而且我觉得陈明老师的老婆特别好，叫刘老师是吧？刘老师就是遇到了一个能让爱情填满他的人。所以在陈明老师当他自己怀孕了，当他生孩子的时候，他想的还是陈明老师。他在一个比较辛苦的状态，他想让你安心的工作，因为他愿意让爱情填满他的生活。他遇到一份最好的爱情。哇！对，好厉害！到最后，其实我们的争执点在一个字“满”。对陈明老师来说，满是有分比例的。他觉得一个满需要亲情，我们来个一些部分；工作占我们一些部分；泰国旅游休闲放空是一个部分。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的一个满的状态，多元多姿多彩的状态，才是叫做一个好的生活状态。这是陈明老师秉持的价值观跟他生活的方式。我们站在这里告诉大家的只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满不一定要靠多元的方式来填满，靠一种单一的东西一样可以填满你，而且这个满的感觉跟多元带来的美好满足感是一模一样的。那不一样。我在这个舞台上说自己喜欢吃鸡，说了无数遍，但是你们不知道，我是无鸡不欢，我只喜欢吃鸡。以至于他们不喜欢跟我吃饭，因为我出去吃饭，我不吃鱼，不吃羊，不吃牛，不吃猪，我只吃鸡。这种偏执的程度，他们问我，世界上好吃的东西这么多，美食这么多，为什么你只选一种？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可能在我还没有饱之前，我觉得还是蛮可惜的。但是当我饱了之后，我用鸡填饱我自己之后，我发现跟你吃各种各样的食物填饱出来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你的饱跟你的满不会比我单一换来的饱跟满特别高尚，我们一模一样。好，这个点。但是我很高兴是很多人为什么选这里吃一点，那里吃一点，就像那种花心男一样，他们这里哎呀，我喜欢这个腿，我喜欢这个胸，我喜欢这个性格，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喜欢这个家庭背景。他没有找到一个能完全满足他的对象，所以他东拼西凑的想找一个东西填满自己。但是我很幸运，我在鸡身上能找完我所有我在炸鸡身上能找到所有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我不需要在路上寻寻觅觅。啊，把这个跟炸鸡的爱情说的这么深情，也是只有我可以。我以前听过一句这样子的成语，叫做“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我以前以为那个人只喝一瓢，是因为他很克制，他懂得克制，所以他只喝一瓢。到后来我发现，原来喝一瓢就饱了。所以喝一瓢就饱的情况之下，整条河在我面前，所有的美好，再喝下去，我只会想尿而已。不要这么。所以所有的东西回到今天的辩题，如果有一个工作能够填满你的生活，一个单一的工作就能填满你所有的精神层面也好，物质层面也好，不需要辞职，你找到你的真爱了。谢谢。好，好优秀。刚刚是反方的结辩，接下来到正方的结辩了。加油！首先啊，刚才如今很可爱，她说：“你觉得你工作压力大，你可以出去旅游，你可以调休。”大家注意到没有？有“休”这个字，这说明什么问题？没填满呐！刚才如今非常可爱的偷换了一个概念。他说：“你不要什么都想要，我只吃鸡，我也可以得到满足。你在工作当中可以得到你的一切。你看，建彪的他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了，他把我当成他的孩子。按照如今这样的观念，我们用工作填满自己，我们要在职场找孩子，我们要在职场找爱人。”如果我们缺乏亲情，我们还得在职场给自己找个爹。如今说，你们不要做那些花心的男人，有工作这样东西可以把你填满就够了。但是如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花心，我们只是撇开工作，我们想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爱情。我们希望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可以陪陪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林荫大道逛一逛，这是花心吗？这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生活吗？这是什么逻辑？所以刚才如今在给大家传递一个非常可怕的观念，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他说生活不用多元，我的妈呀！生活不用多元，那哪儿叫生活？那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叫工作就好了呀。生活之所以叫生活，是因为我们生来并且活着。厉害厉害！哇塞！我今天呢，太激动，嗓子有点飙。我今天发现，在奇葩说上，大家很喜欢举例子。不管是典籍、电影、寓言，我今天给大家举一部电影的例子。当然说出来大家觉得我有点肤浅。为什么？这部电影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叫《穿 Prada 的恶魔》。哦，好看啊！这部电影里面有2个女生 ，Andy 和 Emily，她们2个同时在这家公司里面工作。
这是一家时尚杂志工作，是所有女孩梦寐以求的工作。Andy 把这个工作当成跳板，而 Emily 把这个工作当成自己最热爱的事业。他们很该死，他们有一个像魔头一样的老板。这个像魔头一样的老板会要求 Andy 在大雨天给他要一架去迈阿密的飞机，他会要求 Emily 牵着狗帮他的女儿做作业。Emily 一不小心拿着丝巾还被车撞了。后来慢慢的，因为 Andy 非常出色的工作能力 ，Andy 得到了重用。但是慢慢的 ，Andy 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了。她的朋友不理解她，她的男友也不理解她，她跟她的男友分手了。她朋友觉得 Andy 变得不像以前的那个 Andy 了。而 Emily 呢，因为 Andy 的上位，又撞断了一条腿。躺在医院里，但是 Emily 依然坚持吃着减肥餐，因为她要穿下那条华伦天奴的裙子。到最后，其中的一个同事告诉了 Andy 一句话：“亲爱的，当有一天你发现你的生活分崩离析的时候，恭喜你，你要升职了。” Andy 升职了 ，Andy 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但是最后 Andy 辞职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最后想要的是什么，他想去一家传媒做一个像董卿一样的民生新闻记者，而 Emily 呢，那个热爱着自己工作的女孩，杵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公司去工作了。继续做着他的助理。这两个女孩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辩题出奇的吻合，她们代表着两种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都没有错，她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你热爱它，你要跟它死磕，但你不会觉得你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了，因为爱。但如果这个工作只是你的一个跳板，并且这个工作让你泯灭了你的欲望，泯灭了你的人性，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你就要像 Andy 一样勇敢地退出。这两种选择，大家自己来做。帅。好，根据我们的规则，先发言的反方还有60秒，我们有时间的提醒，请开始。哎，等，开始了。好，其实讲到这里，你们也发现，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想，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让工作填满生活的人？如果是一个愿意走单一生活、已经找到这一份工作的人，我们不需要辞职。这些人现在为什么今天听了半天，我们很难做决定？因为这些人很少。我举了一个唐三藏，他举了一个自己。之外，我们很难再找别的人。但是不管这种人有没有在，他们是愿意热爱的工作，让这份工作填满自己生活的人，他们不需要辞职。生活的多元也好，单元也好，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终点是让自己幸福。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幸福，就做什么样的决定。谢谢。好。感谢双方，今天只有4位，依然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新的观点，这么多有趣的表达。而今天我们的观众由你们来决定哪一边可以进入到我们1v1的下一轮的比赛。如果觉得刚才正方辩论更精彩，选择红色按键；如果觉得反方辩论更精彩，请选蓝色的按键。交给你们。请选择。我觉得还好，不用选。3、2、1。我天哪！我去！花正方。进化，别人有多在意，不爱情没关系，我只说我的真理，你需要永远守我这个奇葩。
好，首先我宣布，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有机会争夺我们第4季《奇葩说》奇葩王的是潇潇陈敏。我现在要请你们离场，稍微给你们5分钟时间，准备等一下的辩题。对，现在离场，我待会儿会请你们回来。而现在我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真的是惜败1票之差，真的是惜败，送给我们的如今和建彪。最后只差1票就进了决赛，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说啊，果然啊，颜如晶还是颜如晶。我觉得今天最后1票就证明，就是我最后还是输给了命运而已。我这该死的命运，我都打了辩论多少年了，10几年了，从来没有错过，都是老二。还是那一句，最佳辩手，大家都说我很好，但是比赛就是赢不了。为什么会哭？输给命运，起码还是得哭一下的，我觉得。特别好，如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心中的一个王，只要有比较，就会有遗憾。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把我们心中无尽的善意、无尽的力量、无尽的美好的愿望送给如今和建彪。我先跟如今和建彪说一下，就是比赛就是要赢啊，比赛输没有什么开心的。可是呢，如果我非输不可，我就要输一场51对49的比赛。对。安慰了。这就是好故事啊！就是人生就是累积故事的过程，所以逮到一个好故事是一个故事。就80比20，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51对49，好故事。然后将来找机会把溜走那一票要回来。对的。好，我觉得其实今天的在场的给分的观众当中是有佛心的人，他们知道我们50对50收不了场，当中有一个人发了善念，把那一票转过去，让我们有一个结果。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台上的，包括我们今天来的春春，包括我们的几位导师，关于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听完他们的辩论之后，有一些什么新的角度或者新的想法？我觉得首先是双方的这个观点都非常精彩。那一方呢是从这个精神层面来理解这个满字，那另外一方呢主要是从时间的分配层面。如果我自己有票的话，我会愿意做一个坚持工作不辞职的人。是吧？但我刚刚听陈明老师说，我觉得其实从陈明老师的太太的角度，她其实一定是站在反方的。她为什么连自己要生产都不通知自己的老公？她连她请3天假都不愿意，你去给我辞职，这对自己的家人一定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其实陈明老师说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反而是给反方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炮弹。有的时候辞职真的，你觉得我辞职去陪家人，真的是家人需要的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我其实对今天这个题目很困惑，就是生活如果不被工作填满，我觉得是对的，不要被工作填满。可是生活该被什么填满啊？我不知道。生活应该被爱情填满吗？生活应该被休息填满吗？生活应该被鸡填满吗？就我不知道，就我根本没有答案，就怎么可能？生活之所以填不满，就是它最迷人的地方。对，我是站在我觉得生活无法被填满的这一队。生活如果被填满了，多无聊！我最大的快乐永远来自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的空间，而不是把现在的生活挤出一块小地方留下来，不给别人用。生活无限大，所以填满了之后，你就再开拓一块
新的土地出来，这个是我一直觉得生活最迷人的地方。我在想，如果我有红蓝键的话，我这一票会投给蓝方，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比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话题的比较，是辩论技巧的比较。技巧非常好。从最开始如今建标到回到如今，他们成功的偷换了整个概念。就如果我们的题目是，我有一份填满了生活的事业，我要不要放弃？这是他们所秉持的所有观点。但是题目是工作，工作和辞职是一个先天的联系。我们工作这个词儿大约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才有了什么8小时工作制，然后12小时加班。只有标准化出现之后，才出现了工作，而标准化本身就是给你提供了辞职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就是没有抓到这个点，而一直在跟着你们的节奏走。所以我觉得，真的从辩论技巧上来说，如今和建标今天应该是赢的。其实心里还蛮紧张的，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准备辩题。刚刚才拿到辩题，然后时间又这么紧，然后对手又这么猛，应该也不会比之前表现得更差吧？没有任何办法，那只能拼了，还能怎么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奇葩说》第4季的总决赛。那现在总决赛进入到第2个回合，就是我们1对1的比赛了。那么回到场上的2位辩手分别是陈明和潇潇。也就是说，我们第4季的奇葩之王呢，将会在他们2个当中诞生。我们来看这一轮的辩题，请看屏幕。终极辩题，认真你就输了吗？没了。就这样了，感觉他们辩题了，这样了，连个小片都没有吗？这片子怎么了？这片子怎么了？你们认真需要一个小片吗？认真你就输了。对，认真你就输了。那么正方呢是认真你就输了，反方是认真你就没输。那我们现在呢看到正方是陈明老师，好，反方呢是潇潇，好。来问一下2位，现在的职方是由你们自主意愿决定的吗？是。好，是的，那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呢，首先我来说一下我们这个1对1的比赛的过程。2位首先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定哪一边先说，决定了先发言的一方之后，双方进行2轮的辩论 ，A B A B， 最后先发言的那一方按照惯例，最后还会有1分钟的反驳时间。好，我们首先2位请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发言。石头剪刀布，陈明获胜，你先说还是潇潇先说？后说吧。你后说是不是？对，啊，你后说。好，来，潇潇先来。来，其实我觉得吧，命运特别的讽刺。奇葩说，我玩了3季，第4季我好不容易认真了，陈明坐在对面，告诉我认真你就输。小明在家做功课，他非常认真的在写作业。他妈过去问他你在干什么呢？小明说：“明天要奥数比赛了，我在努力学习。”他妈啪一个耳光给他打过去，认真你就输了。明天要高考了，小强还在外面踢足球。老师在全班骂剩下所有在认真学习的学生：“你们这群傻逼！明天都要高考了，你们还这么认真，认真你就输了。”我想问大家，从小我们被教育，认真不是一种美德吗？不是一种值得被推崇的精神吗？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觉得认真你就输了。当这个社会变邪恶了，你善良你就输了吗？当这个社会变得虚伪了，你做自己你就输了吗？当这个社会变得浮躁了，你认真你就输了吗？再者说，输赢这事儿由谁来定？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们可以决定我这场比赛的输赢，但是你们评判不了我心中的那个冠军。前2季，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舞台，我输了，我没有认真。你们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不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努力你输了，最可怕的不是后悔，最可怕的是我本可以。我想问大家，你们有多久没有认真过了？你们有多久没有遇到一个值得你们认真对待的人了？我在感情里认真，我输了吗？我没有输。我爱上一个人，我为了他，我愿意变得认真一点，我没有输。相反，我说我喜欢你，但你表示冷漠。你赢了吗？你好像赢了。你赢了面子。我输了吗？我输了人品。如果在你看来，面子比人品重要的话，那你的人品才真的输了。今天我跟大家探讨一下认真的意义在哪里。认真可以让你看到你真实的自己。职中欧巴在外面培训我的时候跟我说，你告诉他们疾风知劲草，什么东西？板荡变忠臣。我翻译了一下，就是狗急了跳墙。潇潇急了也会变娘。你们看我多认真，我多娘。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其实有的时候，认真的意义在于你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我很庆幸，今天我对面坐的是陈明，他是一位值得我认真对待的选手。但是如果他告诉我，小肖，这场比赛认真你就输了，我会觉得他在自降身价。我会觉得他自认为好像他不配跟我比赛。说了这么多关于认真的话题，我要告诉大家，认真你不会输，但是不认真你一定会输。好，现在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好，前面。好，潇潇刚才说，认真是美德，认真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还有认真要了给自己一个交代。让大家回顾有多久的时间大家没有去认真了，然后告诉我们认真是多么的宝贵，我完全赞同。认真之所以是美德，如果认真了就赢，认真称不上美德，它只是个工具。你知道认真你就输了，还要认真，它才是美德。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是，输赢没那么重要。在更多的时候，认输才是美德。
我为什么要说我拿到这个题目，因为时间也很紧，我一看认真就输了。我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辩论。我们走了这么多季，4季我们一起走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想，我们站在两方，然后再辩，那么认真的辩，那个意义是什么？几年前，你知道我在网上，我在微博上经常会看到一些骂战，这很常见，一个话题2个人的观点不一样，然后就骂起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奇葩说，我就经常在想，为什么老在网上吵？我记得当时印象比较深有2位，一个是方舟子先生，一个是崔永元先生，关于转基因的问题经常吵。我有时候不明白，微博上你写一篇，隔了几个月我再回一篇，多累啊！整一个舞台，2边一站，打一场嘛。你说转基因好，你说转基因不好，辩一场吧。立论先，然后完了之后，正方说完了，方先生说完了，崔先生说完了，双方对辩，质证。我觉得你有问题，你觉得我有问题，双方打一场。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哎这东西靠谱，我要买，那我就去买。看完了之后说，哇，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行，那我就不买。我觉得这样的方法特别好，那是我最初对辩论的理解。他们双方认真的捍卫自己的观点，捍卫自己的领域，给公众一个清晰而全面的认知。这是不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后来我又发现呢，还不好玩。辩论真正好玩的，很多时候是辩题是抽签决定的。我们很多时候要捍卫那些心底不信的东西，这听起来有点人格分裂啊。所以我当时想到一个方法，我们让方先生和崔先生互换观点辩一场，给他们3个月时间准备，你们搜集资料，你们质证，然后来到一个空间辩一场。第一种方式会让我们观众有最全面的收获，第2种方式会让这2位先生突破自我。这3个月的时间过后，方先生突然发现，哎，那边观点好像也不是一无是处啊。崔先生也会想，哎，他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我们换立场打一遍看，我们回忆一下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偏执啊？我们回忆一下看，当有一段时间你走着走着，突然觉得遇到了瓶颈期，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到了一定的阶段，最制约你的那个，就是你曾经最坚信的东西。那一天我才意识到，辩论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不断地换到对方的立场上去。初期我们需要认真，但认真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些真正的终极问题，有答案吗？我们从哪里来有答案吗？我们为什么而活有答案吗？我们要不断地转换视角，我们要不断地切换，我们要不断地放下过去那个最认真坚守的东西，换到一个新的领域当中来，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天空打开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奇葩说再往慢慢做着给观众更多的收获。我其实真正觉得最享受看奇葩说的是，我自己每期都看，有的看几遍。我最享受的从来不是有一位辩手说出了我心中最坚信的那个观点，我最享受的是他说出了我曾经最反对的那个观点，怎么这么有道理呢？我充实了，我拓展了，我放下了认真，在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的追求，永远是百花齐放的。你在一条路上，那叫一条道走到黑，那叫钻牛角尖。不断的放下过去的认真，你不断的开辟着人生的新格局。我举个接地气一点的例子，大家可以理解。对方的辩题叫做“认真，你就不输”，对吧？我想大家想想一些生活中最常见的时候，打麻将，认真就不输吗？认真你就不输吗？买彩票，认真就不输吗？谈恋爱，认真的爱一个人就不输吗？这几个问题，在第2轮发言当中，潇潇可以回答一下，谢谢。好，来第2轮，潇潇来。首先啊，厘清刚才陈明一开始讲的一个概念性的错误，听上去好像很鸡汤。他说输了也要认真，但是这并不等于认真你就输了。哇哦，
然后陈明举了打辩论的例子，我听来听去，我不觉得是认真，是较真。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他说你认真爱一个人，如果分手了，你没有输吗？我是输给认真吗？我是因为认真输的吗？我是因为爱错了人输的好吗？漂亮漂亮。认真这件事情，从来都不应该当做你输了的理由和借口。陈明刚才提到，你要勇于认输，好像这也是一种美德哦。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要勇于给自己点赞，你要勇于告诉自己你没有输。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打得还不错。如果到最后我输了，我会觉得你们的啪啪扭坏了。我下去自己给自己做个奇葩之王的牌子挂着，谁敢说我输了？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我认真了。因为我认真了，所以我对得起我自己。同样，在这里我也呼吁大家这种认真的精神。认真你就输了，听上去多像一句网络用语。有人在微博上问你问题，你反驳他，他说认真你就输了。我就心想你有多贱。你问我问题，我好好回答你，你还骂我。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我永远无法认可认真你就输了这句话吗？是因为我觉得谁先张口说了这句话，谁才是真的输了。他输给了自己的懦弱，他输给了自己的不敢面对，他输给了自己的逃避现实。精彩呀！太棒了，肥香这边好厉害呀！厉害！到陈明，好，是这样的，加油！加油！如果所有的输赢，如果尘世间所有的输赢都由自己的心来判断，可以做一个一辈子都不会输的人。小小，我们刚才说的不是说输是因为认真，不是说输的时候是因为认真，是要归因到我当时不该认真，不是，是说我们要意识到人力之有限，我们要意识到人力的无奈，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的概率，充满了太多的冲撞。认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我从一开始就说了，它是美德，那是因为我意识到它有些事情你改变不了，我还要去做，它才是美德，它才是美德，不是因为它是你输的原因，是因为即便你其实像你刚才说的话，更像网络上出现的用语，认真就不会输，你要对得起自己，无论如何，只要你认真了，就一定有收获。我们当然知道，可是我有收获就赢了吗？认真的打一局麻将，我一定会有收获，我的牌技会提高，赢了钱吗？我认真的买每一张彩票，我对得起我自己全情的付出，中了奖吗？我认真的追一个我爱的人，我付出了一切，他就会爱我吗？所有的认真都有自己的收获，但不是所有的收获都叫不输，都叫赢，这是两码事。在刚才过去几天的录制的时候，我打印了我们所有奇葩说选手的照片，这真的是逼我们签名。我逼大家签名，我守在化妆间的门口，每一个，这是我自己找的，在网上找的照片，所有人，还有导师们，但是我碰不到导师们，在化妆，因为大家工作特别忙，所以还没来得及。然后每一个选手，我都找他们签了名。臧鸿飞、颜如晶，这我直接他们都还很感谢我，因为觉得我找的这些照片都还是他们比较美的照片。我碰到每一个人的时候，他们表情都你干嘛？
大家这么熟了是吧？这干嘛呀？还签名？你看思达多帅，每一张。其实《奇葩说》我们也录了很多季了，我本人有录3季，我打了每个人的照片，前3季我都没有打。为什么这一季我把所有人的照片打出来，然后挨个找他们签名，这么认真？你见过我这么认真吗？是因为我老婆所在的月子中心的一个护士酷爱这个节目，然后委托我一定要把今天所有这一季选手的签名集齐。我这么认真，因为从我女儿一出生开始我就输了。我已经输了，认真我就是输了。这才是她刚刚出生遇到的她在月子中心，那个护士对她很好，她喜欢大家。我辛辛苦苦在网上找，我认真的打印每一张照片，我挨个，大家实际上都不一样。我守在化妆间门口，一个一个签名。我之前有过这么认真吗？我输了，这是为什么我说认输有什么大不了的？输了，不是。你人生中没有碰到1、2个人、1、2件事，让你心甘情愿的认输吗？让你认认真真的认输吗？你爱一个人，你愿不愿意为他认输？但我愿意呀。怎么了呢？认识到认真才是输了，才能让我们真切地意识到认真为什么是你刚才所说的美德，和为什么是那么一个值得去倡导的价值。因为世事那么变迁，因为连物质世界都是概率，人情更是不可捉摸的烟云，哪有那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坚实地握在手中的呢？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认真呢？你能怎么办？你又能怎么办？认真你就不输，太骄傲了，对人性太仰视了，觉得人在这个世间太伟大了。而有的时候你意识到认真背后是因为你心甘情愿的俯首称臣，意识到你心里认真的做一件事，你真的给他跪了，你才能辅佐以全部的认真倾注在他的身上。这才是我为什么说认真你就输了。放下生活中的那些执念，放下对人性中那种伟岸的那种莫名的揣测和偏执，放下你曾经坚信的每一点东西，心甘情愿的为一件又一件值得跪下的事情跪下，放下，输掉，其实很美妙的。谢谢大家。小小，你准备好了，我们再开始计时啊。OK 了哈，准备好了，好，来吧。好，1分钟开始。陈明刚才讲到，因为人力有限，所以我们不要太认真。但我反驳你，因为人力有限，所以我们才更要认真，不是吗？陈明刚才聊到，他输给了他的女儿，在场谁觉得他输了？你们鼓掌是因为你们觉得他输了吗？哇！他赢得了全场的尊重和他女儿的爱，他输了吗？陈明儿，好强啊！陈明儿，我送你一句话：面对你爱的人，你要认真；但面对你爱的人，永远没有输赢。哇！最后，送大家一句话：任何被这个世界玩弄的人，都假装玩世不恭，不要装，认真努力。漂亮漂亮！哇，这场太漂亮了！是不是搞了？没得，这要干什么？老乡，你漂亮漂亮，太漂亮了！没头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吧，朋友们，你们来决定。2位都极优秀，喜欢陈明按红键，喜欢潇潇按蓝键。各位，请选择。3、2、1。哎，这是我跟你说，你们老是瞧不起人。我真的摇滚圈很热门，好多姑娘喜欢我，你们总是不相信。
我这2年觉得活得不刺激。奇葩大会是一次冒险，有未知，还有各种可能性，还有意思。刺激还是安全感，我就去刺激一把，我觉得刺激更重要。安迪沃霍不是说过吗？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10分钟的超级明星，可能奇葩大会这就是你的这个机会。等有一天你年龄大了，你想起来你年轻时候做过的这个冒险，你绝不会后悔。请让我说。别人有多风采，你不爱情没关系，我只说我的经历，你请让人说我这。别人有多风采，留下你的虚荣，把给我的心愿。这样有个妖孽。昨天高晓松在这儿说，潇潇第1季来的时候，潇潇是第1季海选的时候最后上场的几个选手之一，而他来上场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买好了回成都的火车票，因为他在北京混不下去了。然后我们的选角导演找到他的时候，希望他来参加海选，他问我们有钱吗？人生如此美妙，不在于他那天什么样，也不在于他今天就发挥成什么样。人生如此美妙，在于他有这么多变化。今天我在化妆间跟康永哥说。奇葩说这么多选手，你觉得4季以来变化最大的是谁？康永哥没有犹豫1秒就说潇潇。对。所以你就哭死拉倒啊！我觉得我真的在潇潇最后1分钟之前，我已经把我心中的奇葩之王给了陈明老师，因为他最后那个观点，我觉得切中每个人心中的软肋。你会觉得他很不讲理，但是他就是打动了你。但潇潇我觉得真的很厉害，最后那1分钟又拉回来。我觉得我刚才还在跟春春说，我说潇潇这1季的表现特别适合辩这题，真的，他就是很认真。最后请给我一点时间。因为这1季以来，我都没有怎么做过广告。是有那么多伴随我们的客户，这1季都没有什么曝光，都没有被提到过。比如说，马老师你当时说让大家去扫那个海飞丝那个 logo， 然后就可以拿到钱，如果没拿到钱就找你。我当时举了一个手机，我说海飞丝扫这个码就有钱，没钱你找我。我真的没想到，真的有人来找我。哎，买彩票你还不一定中呢，你找海飞丝好吗？还有就是什么都卖得出去的闲鱼 APP， 我给闲鱼 APP 做了一个梗，就是卖一条我穿过的秋裤，卖出去了吗？卖出去了。卖给了第1个出价的人。我们那条秋裤我买还花了22呢。卖了多少钱？7块。我估计那第1个出价的人刚注册，不知道什么顺手点了一下，恭喜你。还有就是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果味汽水美年达，美年达有一个拉罐就抽奖的这么一个瓜分1亿元，瓜分1亿元，那个游戏礼包，对，1亿元，据说还剩8000多万。美年达去了啊，玩的真够大的。然后我们用2场最精彩的决赛，去报答了我们的播出平台爱奇艺。这个节目产生自爱奇艺。产生自整个制作团队还在爱奇艺工作的时候，它是以广告形式，
跟所有的观众见面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爱奇艺的会员业务突飞猛进，目前是全网会员业务最好的平台。通过购买爱奇艺的 VIP 卡，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谢谢爱奇艺。最后跟大家报告一下，奇葩大会下一季的报名已经开始了。奇葩大会，坐在两边的人就是榜样，很高兴下一季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你不会见到。留出了座位，等着你，请你来参加奇葩大会。好，潇潇稍微平静一点了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是我应得的。这是我听过最理直气壮的获奖感言。琛琛，今天看到在你的眼前诞生了我们新一季的《奇葩之王》，你的感觉是？我觉得我感觉很荣幸今天在现场看，因为其实之前在这个网络上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会想说，节目是否会有剪辑后期的效果。但是今天在现场看，我觉得，刀光剑影的感觉，其实跟我在看节目的时候是一样的。而且刚刚两位的这个辩题，我觉得其实是不太容易辩的。我自己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的价值观，我认为，人应该是认真为认真而活的。当然我也想到说，这两方可能会通过以结果为导向和以过程为导向来进行思路，对。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就是陈明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我觉得这是我看《奇葩说》最大的一个价值。好，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陈明，同样非常强大的陈明老师。同时再一次祝贺潇潇成为冠军。我不知道我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牌子，原来这是纯真给冠军的30万。祝贺潇潇。好的，各位，不要以为我们《奇葩说》第4季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我们就是善于掏出来搞事情。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奉上的是4季奇葩之王面对4位导师的精彩表演赛。还要打呢，这意味着潇潇在10几分钟之后将抹干眼泪再上电台。是不是有一种擦干眼泪陪你睡的感觉？好，同时呢，下一期同样会有我们的压轴大神李宇春陪伴我们。谢谢琛琛。我们要感谢掏出来找事的拍照会根据小米手机独家冠名我们的奇葩说。各位亲爱的朋友，下期表演赛我们再见。哎，我跟你说，因为一直没觉得自己会拿，然后真的拿了之后，就是觉得原来努力是有用的。其实我觉得今天我可以赢，那也说明所有像我这样的奇葩，不要害怕奇葩说是一个辩论节目，大家都可以来。我错看了潇潇，我一直在前几季的时候判断他应该接下来就会走向演艺圈的惯性的道路，而不是在辩论这件事情上面找到一个自己的风格。所以当他在第4季屡次的不是以名门正派的背景，可是却能够赢得听他演讲的人的认同的时候，我觉得他找到了一条可爱的道路。我觉得潇潇实至名归。
非常好。他今天在场上的整个的表现收放自如，而且关于他这几届的成长变化太大了。刘中卫，潇潇是第一季海选的时候最后上场的几个选手之一。说奇葩说，就算你让我最后拿了冠军，我也是高兴不起来。这是我应得的，有什么好嗨的？我都娘成这个样了，我都不想 AA 制。你个纯爷们儿，你还 AA 制？该看就得看，今天晚上回家就看，杀他一个措手不及。何晶有很多，但潇潇只有一个。完全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潇潇这样的选手，奇葩说怎么叫奇葩说？潇潇要第2次总结发言。哎呀，不总结了，这个过去啊。亲爱的，你单身并不是因为你条件差，你要相信总有一个条件比你更差的人愿意跟你在一起。支撑香奈儿活到今天的人，不是对面那些传承精神的人，我们这些买到的。女人的浪漫都源自于他们的作，而一个男人对女人最好的承诺就是陪她作。我爱你，你选我还是爱？如果我真的对一个人说我爱你，我选你。如果不是他们俩，我不会用昨天半晚上的时间为一个观点写他本书。他输给了自己的懦弱，他输给了自己的不敢面对，他输给了自己的逃避现实。任何被这个世界玩弄的人，都假装玩世不恭。不要装，认真努力。我为了留在奇葩说，我走进了辩论，我一点都不后悔。有人可能会怀念第1季的那个蛇精，但是从来没有人问我变成现在这样，我自己快不快乐？我快乐。是我应得的。